他仅在法兰克福效力了1个半赛季。当他离队时，全场法兰克球迷都为他送上了祝福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表现，让他仅用1个半赛季就征服了法兰克福球迷？曼城在冬季转会窗口以7500万欧元将他签下。蓝月亮愿意在冬季窗口砸下重金，正是因为他在法兰克福展现出了出色的得分能力。24到25赛季前半段，他已经在联赛中打进15球，并送出9个助攻，在德甲声名鹊起。此外，由于他来自埃及，人们也称他为新沙拉赫。那么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奥马尔·马尔穆什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他的故事。在埃及，历史和多元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标签。相比之下，足球的影响力并不算突出。提到近年来的埃及球星，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只有利物浦的沙拉赫。也许正是因为沙拉赫的成功，让埃及的年轻球员渴望在足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如今，马尔穆什与沙拉赫并肩作战，但他原本也有机会成为加拿大国脚，与阿方索·戴维斯成为队友。尽管出生在埃及开罗，他的童年时期随家人移居加拿大生活了6年，随后又回到埃及生活。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对两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，也使得他英语十分流利。许多球员的成长故事相似，例如童年时期经历贫困，需要长途跋涉去青训营，甚至与贫民窟的危险环境抗争。然而，马尔穆什的家庭背景不同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，家庭属于中产阶级，这也是他们能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的原因。回到埃及后，父母将他送入当地的国际学校，父亲更希望他未来能凭借知识和技能立足于社会。在学校期间，他加入了球队，并在比赛中表现出色。校队教练认为他有成为职业球员的能力，并建议他去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营接受更专业的训练。他听从了教练的安排，前往瓦迪俱乐部试训。这是一支埃及联赛的职业球队。他天赋让瓦迪俱乐部决定将他招入，成为他们青训营的一员。1999年出生的马尔穆什在2007年正式加入了一家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营。然而，他注重教育的父亲并不希望儿子将足球作为未来的职业方向，同时也不喜欢青训营的训练时间，因为这与他的学业发生了冲突。这让他的父亲对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别踢足球了？”父亲的反对并没有让他放弃，他答应会完成学业，同时也会继续踢足球。看到他如此坚持，父亲最终找到俱乐部的青训教练，明确表示马尔穆什不能因为足球而退学，必须要在完成学业的前提下才能参加训练。青训教练接受了这一要求，并补充道：“他每天上完学可以来训练，我会安排一名教练专门指导他。”青训教练愿意破例，正是因为马尔穆什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。这样一边学习一边踢球生活持续了8年。2014年，他加入了球队的 U17 梯队，在28场比赛中攻入44球。凭借出色的表现，球队很快将他提拔至一线队。2016年8月，他首次在埃及职业联赛登场，当时年仅16岁的他成为埃及联赛最年轻的出场球员。他出场仅15分钟，并帮助队友攻破球门，帮助球队赢得了比赛。球队在16到17赛季更换了主教练，新教练到来改变了马尔穆什的位置，他从左边锋改踢中锋。对于他来说，适应新位置并不容易。虽然都是前场球员，但前锋有时需要背身拿球、转身射门，而边锋则更加依赖速度突破和传中。尽管位置发生变化，但他在前5场的首发比赛中，以中锋的身份攻入了5球。整个赛季，他都以中锋的身份出场。在埃及联赛效力2个赛季后，他收到了德甲球队沃尔夫斯堡和西甲球队马拉加的邀请。经过考虑，他选择前往沃尔夫斯堡参加为期1周的试训，并感受球队的训练和生活。当时，沃尔夫斯堡主教练是永贝里，队中还有德国国脚马里奥·戈麦斯。他认为加盟沃尔夫斯堡能让他从主教练和戈麦斯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2017年，
他正式转会沃尔夫斯堡2队。然而，他很快意识到，作为一名埃及球员，在德国踢球将面临诸多的挑战。刚到德国时，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城市，远离家人，无论是天气、食物还是语言，这里的一切都与埃及截然不同。作为一名青年球员，他在沃尔夫斯堡2队时几乎无法与队友和教练沟通，而球队也不可能为他单独配备翻译。虽然他会阿拉伯语和英语，但当地的球员和教练都说德语，这让他在球队里显得格格不入。有一次，他去城里的咖啡店想要一杯卡布奇诺或者其他的饮品，但由于他用英语点餐，服务员拒绝了他，他只能尴尬地站在柜台前，等待能说德语的人来帮他点单。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，他必须掌握德语。他认为，职业球员不仅要在球场上学习，也要适应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他认真学习德语后，队友们也愿意主动与他交谈。尽管他德语仍然不够流利，但这是因为他努力学习的态度，让他与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。另一个挑战是他十分想念埃及，尤其是家乡的食物和母亲做饭的美食。就像每一位远离家乡的球员一样，他对故土充满思念。但他告诉自己，从踏出开罗机场那一刻起，无论这段旅程多么艰难，他都不会轻易回头。2019年，加拿大国家队打电话给他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加拿大国家队。由于他拥有双重国籍的身份，加拿大主席希望他为他们效力，但他拒绝了。他对加拿大主席说：“我从小的梦想是为埃及出场比赛。”如果当时马尔穆什选择加入加拿大国家队，他或许有机会参加卡塔尔的世界杯。在沃尔夫斯堡2队效力3年后，他被教练提拔至一线队。然而，他仅获得3次出场机会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。对他而言，深入一线队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喜悦，反而是一段充满挫折的经历。他渴望更多的出场时间。在2队3年里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但深入一队后却只能坐在替补席上，这让他感到迷茫。整个赛季，他拼命训练，随队奔波各个城市，但始终得不到上场的机会。他不明白，既然无法获得出场时间，球队为何还要带着他四处征战？这让他对教练的用人安排感到困惑和不满。在他迷茫时，父亲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，鼓励他继续留在德国，这才让他下定决心坚持下去。他明白，每位教练的用人标准不一样，既然沃尔夫斯堡教练不会改变，他可以选择换一支球队，通过租借的方式获得更多出场机会。20-21赛季冬季转会窗口，他以租借的方式加盟德乙球队圣保利，租借期为半个赛季。当时圣保利正处于降级的边缘，绝对目标是成功保级，因此他们选择租借他来加强进攻线。圣保利主教练十分欣赏马尔穆什，无论安排他踢边锋还是前锋，他的表现都十分出色。在半个赛季中，他为圣保利出场了21次，攻入7颗进球，帮助球队最终排名联赛第10，以及成功保级。租借回归后，沃尔夫斯堡更换了主教练，由马克·范博梅尔接任，但新教练依然未能给予他更多的出场机会。尽管球队认可他的潜力，但认为他尚未做好在德甲联赛出场的准备，因此球队再次选择将他外租。这次他加盟了另一支德甲球队斯图加特。对于这次租借，沃尔夫斯堡球队总监表示，这样做是让他逐步适应德甲的比赛节奏，我们期待他回归后能够迈向职业生涯的新阶段。德甲第4轮，斯图加特对战法兰克福，马尔穆什首发出场。在比赛第88分钟，他连过2人后攻入空门，帮助球队扳平比分，并打满全场，最终当选了本场比赛的 MVP。凭借出色的表现，他当选了9月德甲最佳新秀。然而，在斯图加特期间，他也遭遇了伤病的困扰，因此仅出场了21场比赛。租借回归后，他终于获得了更多出场的时间，在15场比赛中以首发身份出场，并在德甲联赛攻入了5颗进球。然而，他的表现未能符合主帅科瓦奇的战术要求。联赛第29轮，马尔穆什在比赛第46分钟替补登场，但仅在64分钟便被换下场。当时，沃尔夫斯堡以3-1领先波鸿。这一换人决定让摩尔穆什感到屈辱。
他在下场后与科瓦奇发生了争执。赛后，科瓦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：“我对他的防守表现不满意，我很遗憾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。我知道他很伤心，或许还有些生气，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22到23赛季是他在沃尔夫斯堡的最后一个赛季，教练和球迷都对他不满意，他也清楚自己不可能获得续约。然而，法兰克福对他产生了兴趣，球队董事会这样评价他：我们签下了一位能够为进攻带来更大灵活性的球员。由于他是自由球员，球队无需支付转会费便可签下他。事实证明，法兰克福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而沃尔夫斯堡则可能为未能留住他感到后悔。在法兰克福的第一个赛季，他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前14场比赛便打入7球，送出3个助攻，追平了他在沃尔夫斯堡的数据。在德甲第14轮对战拜仁之前，他仔细研究了诺伊尔的扑救习惯，希望能够攻破这位世界级门将的球门。事实证明，他努力没有白费。这场比赛，拜仁完全不像一支豪门球队，最终以1-5惨败于法兰克福，而马尔穆什则贡献了1颗进球和2次助攻。整个23到20赛季，他攻入12颗进球，并送出6个助攻，成为法兰克福的主要得分手。许多媒体和球迷将他称为埃及的新萨拉赫，认为他未来有望接替萨拉赫的地位。而在国家队，他不仅与萨拉赫是队友，更是关系密切的好友。如今两人组成了埃及国家队的锋线核心。出色的表现和数据让曼联和利物浦纷纷表示有意签下他，但马尔穆什并不愿意这么快离开。他认为法兰克福像一个大家庭，他希望能帮助球队争夺欧冠的资格，因此决定再留1个赛季。24到25赛季，他彻底的爆发，任意球和终结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在射门时，他大部分时间选择将球打进进门柱。尽管这种射门方式容易被门将扑出或打偏，需要极高的脚法，但他做到了这一点。在冬窗前，他为法兰克福在各项赛事中出场了26次，打进20颗进球，并贡献14次助攻。在德甲联赛中，只有凯恩是唯一能够在赛季前半段展现如此表现的球员，而马尔穆什也做到了这一点，展现出非凡的进球能力。如此恐怖的进球效率，让曼城也开始密切的关注他。曼城在赛季前半段遭遇了多名球员的伤病，尤其是罗德里受伤后，球队开始连败，联赛积分与榜首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这迫使他们在冬窗必须做出调整。曼城豪抛7500万欧元签下马尔穆什，超过了他6000万欧元的身价，整整多出了1500万欧元，可见瓜帅急需一名强劲的前场进攻球员。而马尔穆什能够胜任前场边路和中路的角色，非常符合瓜帅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。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前，马尔穆什向球迷告别，虽然球迷不愿意他离开，但也希望他能够加盟豪门俱乐部，争取更多的荣誉。离开时，法兰克福排名联赛第3，十分接近获得欧冠资格。埃及目前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排名小组第1，预计大概率会参加2026年的世界杯。马尔穆什与萨拉赫的搭档将为埃及带来怎样的成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以上就是马尔穆什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